听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中国经济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，从地方债逼近1兆美元到100亿企业一夕破产，从老牌装修巨头倒下到年轻人沦落捡剩菜，这不是孤立的事件，而是一张张正在崩塌的拼图，揭示着中国产业链断裂、就业困境与社会结构的危机。今天我们带你看6个案例，拼出中国经济下沉的真实现场。你知道吗？中国地方债现在已经逼近1兆美元，而当局正急着出手救火。但这场金融大戏背后其实不只是还钱这么简单，可能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信心、银行体系，甚至是未来几年的政策方向。根据彭博的最新报道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可能已经突破1兆美元。这可不是小数字，难怪北京已经开始紧张，当局火速出手，要求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联手给地方政府借钱，好让他们先把积欠企业的工程款、货款还上。官方设定的目标是要在2027年前把这些旧债清干净，尤其是地方拖欠企业的款项必须加快处理。那么地方债究竟有多严重？连习近平在今年2月都公开警告，直接说地方政府长期拖欠企业款项的情况可能会拖垮民营企业，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。根据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道葵的估算，地方政府欠企业、欠公务员的钱总额大概有10兆人民币，差不多是去年中国 GDP 的7%，而且即使只算2024年，政府可能就得拿出2000亿人民币来还企业的逾期款项。现在中共监管机构要求银行配合，给地方政府短期流动性贷款，这些钱主要用来清掉地方融资平台所欠的工程款、土地款。这些款项谁会还？还不是地方财政吗？那么操作下来，结果是什么？看似帮企业纾困，但实际上是把债务风险从地方政府转嫁给了国有银行。问题是，银行也快吃不消了。中国的银行自己也很惨，因为过去几年一直配合政府发放低利贷款，利润率早被压到历史低点。如今再背上这笔以贷还债的负担，一旦地方政府还不出来，这些钱就变成新的不良资产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中国5大商业银行光是提列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就高达近4兆人民币，比去年底多了将近6%。专家指出，这次当局推出的措施并不只是个还钱计划，而是想在经济放缓、地方债压力爆炸的情况下，系统性的修补整个体系。短期来看，确实可以稳住企业信心，但长期呢，金融机构的压力将更重，风险更高，反而凸显出中共治理债务问题的两难局面。眼前就有一个为政府垫付千万资金，却再也讨不回来，导致自己破产的例子。盲人企业家姜志国白手起家，一路创业30年，从一间木材厂做起，成了吉林省长岭县的知名企业家，还曾是地方人大代表。但现在他不但失去了几千万资金，更失去了整个企业。原因是他相信了政府的承诺，帮地方政府垫付资金，却1毛钱都拿不回来了。吉林长岭县有个烂尾建筑案叫岭南华府，当时开发商资金断裂，县政府急着继续动工，政府官员找上了姜志国，让他先帮忙垫付470万人民币，承诺3天内就把土地证办下来，开工后房子可以卖，钱马上就回来。一切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县里官员还出面保证，姜志国选择相信，还动员亲戚朋友一起凑钱，把钱直接打进了县国土局的账户。但3天过去了，1周、半年、1年过去了，什么土地证都没有，房子没盖，钱也没还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隔年县住建局又打电话来求助说，农民工被拖欠工资，威胁要跳楼了，你能不能再帮个忙，把他们工资垫上？姜志国再次答应，这次垫了788万人民币，帮政府解决了眼前的危机。可这笔钱至今也没还。姜志国说，当初他们需要我，就说得特别好听，
说绝对不会让我吃亏，可事后所有人都变了。这些年来，姜志国一次次找政府要回资金，却被拖延踢皮球，甚至要求他签下不再上访、不再提告的承诺书，才能谈债权转让。2024年6月，他终于拿到一份协议书，政府说要给他1159万，条件是这事到此为止，不能再追究。但姜志国算了算，这笔账加上利息早就超过2000万，而他的公司早已因为资金断裂而破产，几十年打拼的事业一夕归零。地方政府在债务压力下，用口头承诺动用民间资金，事后却因为人事更替、责任推诿而不兑现承诺。这样的行为，就像姜志国这样相信体制的企业家，无处申冤，陷入债务深渊。这起事件背后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中，同时信用破产。当承诺变得一文不值，当官员一调走，责任就被切割，这样的债务问题也不只是金钱上的亏损，更是制度的漏洞。你怎么看呢？一个盲人企业家因为相信政府，结果倾家荡产，这样的代价谁该负责？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9月1号，中共当局一条新政策正式上路了，全面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社保本就是法定义务，但问题是，在经济崩塌的大环境下，这条法律一动，全国上千万家中小企业，甚至一些老牌企业就都撑不住了。从制造业、服装业到家政、加盟店，现在一片倒闭潮正在蔓延。我们来看一看受到强制社保冲击的例子。8月底，一份通知在网络上疯传，深圳知名的海大装饰集团正式宣告，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，无法继续经营，也无力支付停工补偿、社保和住房公积金。董事长高峰亲自证实，公司确实已经处置了所有资产，包括上万平方米的办公楼、工业园，甚至连私人别墅都卖了。但就算这样，资金缺口依然庞大，最终只能走向破产。海大装饰成立于1992年，在深圳装修行业里算是老字号。最辉煌时期，合作对象几乎都是一线房企，承接万科、碧桂园、长实这些大牌房企工程，专攻大型精装修与商业空间工程。但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，随着恒大、碧桂园等房企暴雷，海大的工程款大规模回收不回来，银行贷款也出现逾期。公司试图通过股权转让自救，但没人敢接盘。2年前，内部高层就已经为债务问题争吵不休，最终公司一步步缩减业务、裁员、卖资产，还是撑不下去。业内人士一针见血，房企一旦停摆，装修公司就没有任何议价能力，因为装修公司完全依赖房企回款，一旦房企暴雷，上下游马上跟着倒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至2021年，全国每年倒闭的装修企业不到200家，但从2022年开始，房企危机爆发，仅2023年，破产和注销的装修企业就超过600家。而今年光是深圳、广州两地就已经有20多家中大型装修公司退出市场。还有一个加速压死海大装饰的因素，就是当局9月1号上路的强制社保政策，意味着企业不能再跟员工协议不缴社保。而海大这样一个资金已经极度紧张的公司，最终无法承受而彻底断裂。截至8月27号，天眼查数据显示，海大装饰涉及违规限制消费令46条，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亿人民币。当房企暴雷，银行受牵连，装修、建材、家具甚至家电全部遭殃。而在长期糟糕的经济大环境下，这样的倒闭潮恐怕还会持续扩大。你敢信吗？一家曾经砸下180亿人民币，扬言要打造世界级晶圆大厂的企业，最后破产清算时，账上只剩1100块人民币，连一只 iPhone 都买不起的资产，却是中国半导体梦的象征之一。这家公司叫做无声半导体，也是中国半导体国造计划中的明星企业，但短短不到4年，就从100亿投资、万众瞩目，跌成破产费用都缴不起了，
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要从2021年说起。当时中国上海成立了无声半导体，资本额高达7亿美元，母公司无声电子号称要打造全流程晶圆制造产线，涵盖驱动 IC、记忆体、闪存等等，看起来气势磅礴，号称背后高层来自史丹福、交大、台大，一副专业满满的样子。但短短2年后，母公司2023年就被申请破产清算，旗下的子公司也如骨牌般全部倒下。等到2025年法院公告出来，大家才发现公司资产只剩人民币1100元，但债务高达590万，根本是资不抵债，连破产手续费都不够的局面。这场暴利戏更像是一场资本炒作的实验。据财新网调查，法定代表人张家良并不是半导体专业出身，业界几乎没听过他的名字，更有投资人怀疑这家公司打着台湾人创办的旗号来圈钱，但技术根本撑不起来，最终这家公司变成了资金堆起来的空壳梦想。一旦钱烧完，整个系统瞬间崩塌。其实无声的故事并不是个案，它揭示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存在几个关键问题：一是资金太多，技术太少，政府补贴一到，人人抢着申请项目，但有真正制成实力的团队却很少；二是产业浮夸，缺乏造血能力，很多企业靠政策过活，一旦补助断裂或遭遇市场压力，马上就倒下。再就是内外夹击，内有市场饱和，技术瓶颈，外有美国封锁晶片出口，企业压力爆表。当局喊了这么多年要晶片自立，但从无声半导体的暴利来看，如果企业只靠高层背景和国产光环，缺乏核心技术支柱，那么产业升级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资本灾难。朋友，您是怎么看这场100亿倒塌剧？是骗局、悲剧，还是中国产业结构性问题的冰山一角？现在的中国年轻人，有些人不是在找工作，也不是在创业，而是在菜市场里捡剩菜吃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这不是恶搞，也不是社会实验，这是一个零成本生存的真实现象，正在中国各地悄悄蔓延。从广州、成都到合肥，许多年轻人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为了省下一点生活费，开始蹲在市场一角，捡拾商贩丢弃的青菜、瓜果带回家吃，是勤俭节约，还是活不下去的无奈？9月8号，一位00后的博主发布影片，他走进菜市场，一边询问店家我可以捡这些吗，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废菜箱里挑选还能吃的青菜。这不是单一事件，翻开社交平台，上面充满来自安徽、浙江、四川、广东、贵州等地的捡菜影片。加入这个行列的有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有全职妈妈，有失业半年的年轻人，还有正在房还贷撑不下去的中产阶级。安徽合肥一位女博主蓉蓉日常甚至说，她的房贷一个月要还2万5，她看到网上捡菜很火，就试了一次，发现还真的能省钱，吃起来也没问题。网友的评论两极，有的说这是会过日子，也有人说我也想捡，但一个人不好意思，有没有人想组团一起捡？但也有博主提出质疑，捡剩菜真的是勤俭节约吗？还是根本没得选？令人心酸的是，这已不是偶发事件，而是结构性困境的缩影。这几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根据官方数据，16至24岁的失业率7月来到11个月的新高，但外界普遍质疑这只是低估的数字。更残酷的事实是，单在2024年就有2500万到3400万中国人拖欠个人贷款，年轻人靠信用贷款和网贷过活的比例不断上升。当工作不好找，薪水低，房租高，唯一的选择就只剩了捡剩菜，也捡尊严。有年轻人拍影片说，我真的找不到工作，现在每天都像行尸走肉一样，只想睡觉，起床后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刷手机看招聘。还有人在雨中边送外卖边哭，谁懂，我读了4年大学，最后只能靠送外卖为生。这些影片看似日常，背后却是整整一代人的挣扎与崩溃。如今中国的荒诞现象超出想象，
搓澡也要大专学历的吗？对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沈阳职业技术学院真的刚开了一个全新的沐浴学院，学的内容包括什么？解剖学、中医养生、健康管理、大数据分析等等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沐浴界的清华？学校表示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而是为了推动传统搓澡产业升级，要把搓澡从体力活变成技术型服务。不仅如此，还说这个专业就业前景极佳，已经有16家企业签订订单班，毕业即就业，月薪6000起跳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高薪抢手产业？但网友不这么看，评论区直接开炸。学了10几年毕业就去给人搓澡吗？论胳肢窝搓泥的省力姿势分析，高等教育的尽头是澡堂。这届年轻人搓澡都要卷出证照来了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奇葩专业。今年7月，湖南岳阳开放大学还和烧烤协会联手成立了岳阳烧烤研究院，不只教怎么烤串，还要出教材定标准，打造烧烤新匠人，还要持证上岗。网友笑说，快递学院、外卖研究所是不是也在路上了？这些听起来很像笑话的新闻，背后其实说明一件事：失业率真的太高了。大学毕业等于失业，这届学生太难了。根据官方数据，今年7月，中国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来到11个月来最高点，而根据外媒评估，实际失业率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。为了稳就业，很多大学开始开设这种所谓接地气的技能课程，把原本不需要学历的行业打造成大学专业，然后包装成升级转型、产教融合。可是说实话，一个需要搓澡证的社会真的是进步了吗？搓澡学院、烧烤学院的出现，或许真的有人能因此就业，但更多人看到的恐怕是这个社会正在用荒诞的方式包装失控的现实。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人打开可能性，但现在的年轻人读了10几年书，出来后发现未来可能是一块搓澡巾、一把烤肉夹，这种失落感谁能懂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